陈翔喜欢碎屑享誉海外，韩国回归灵魂上线，泰国买版权，程毅却怕网暴。程毅简直太委屈了，到现在还有人说他靠换瑞走天下。不知道2022年程毅一个人撑起了换瑞一半的业绩，原本以为司凤才是巅峰，没想到他自己滚。沉香如粉三个人物，各种情绪，各种演技，都得心应手。无论是为长生而忍气吞声的应援，还是明知做不到却要做到的唐周，亦或是既要天下又要美帝玄烨，三个人物都有三种性格：出自应援的克制，唐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到玄烨霸气的宣言。程毅用灵魂演绎了每一个角色。不过最抢眼的还是轩辕这个角色。可以说，应援和唐周辛辛苦苦用30集培养出来的好感，直接被应援那句"别执着做我的皇后"给带走了。事实是，你放不下爱情，放不下这个世界，别再执着了，做我的皇帝和皇后。毕竟霸道狂批的人设实在是太感人了。但也有人吐槽论程毅空洞无演技，可惜程毅演的是瞎子，真是吐槽，还逆输出了程毅的演技。如果你看过程毅拍摄的那场戏，你肯定会被他的演技惊到，冰锥人骨痛入心扉，一秒入戏，仿佛真的痛到全身抽搐，而这还在没有特效的状态，和杨紫的哭戏简直不相上下。两个主要的强项是程毅和杨紫，这也是为什么沉香如粉飞升海外的原因。程毅和杨紫怎么也想不到，神香如粉一上线就被韩国直接抢走。韩国人对中国神剧的渴望有多大，以至于他们会如此饥渴地拼凑出韩国第一部神剧《灵魂归来》。该剧一上线便遭到中韩网友的一致抵制，不少网友吐槽剧中人物身着中国服饰，留着情侣头像，碍眼。这部所谓的韩神仙剧，无论是人物设定还是古装场景，几乎都是中国神仙剧的大杂烩。首先是人物设定都是从幕府将军之夜中借来的。从男女主角的关系到女性角色的不同性格，都是照搬，没有任何改动。二是特效打斗场面直接从香米复制粘贴，更搞笑的是泡菜国没有武林导演，所以动作都像老虎一样，而且战斗看起来像舞蹈。对于韩国的传统发型是什么样的，韩国人心里没有 AC 数，这有点文化自信。这一系列神似的画面，该剧用一句没有史料的一句话打发了观众，你可能不会相信，比起韩国的复制粘贴，泰国的做法要可爱得多。今年夏天，奥罗克的不朽剧《面包蟹的香味》在播出前就已经在海外飞升海内外，被泰国直接收购，这才是打开文化海外的正道。不久前，沉香如粉的剧组安排了程毅、杨紫两位主演的现场直播。直播过程中，程毅表现得相当克制，有点不敢和杨紫私下聚在一起让去。该公司也是公司董事会成员。直播互动环节，程毅按照主持人要求，以剧中的3个身份重演经典台词，不要执着于做我的皇帝和皇后吧。然后有观众说程毅太敷衍了，结果吓得程毅马上解释，不是没有，我再说2句就可以了。这种从谨慎到谦虚的样子，就像当代网友上网的现状一样，生怕一言不合就会被人围观。而程毅现在谦虚，真的是因为害怕网络暴力。在云阁会议集中，程毅的一举一动都被黑粉恶毒破译，将程毅标记为批评家。事实上，云歌社的领导们发现，不置可否的理由是那位女士的违约，而程毅直截了当地接受了组织的计划，却被许多黑粉追杀。程毅转达了对组织的所有虐待。程毅短期内损失了20万信徒，而环瑞这个庞大的俱乐部却什么也没说。从此以后，每一个被黑粉带节奏的个体，对他的印象都只是一个怀疑论，无论程毅再好，都会被个体特别忽视。02杨幂对杨紫出演《长相思》女主的兴趣是有秘密的。一线艺人杨紫最近参加了新装秀《长相思》，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话题。近日，外界普遍猜测杨幂烧了8亿元买了这部剧中作的版权，但冠军不是杨幂自己演的，也不是她的流量艺人迪丽热巴演的，而是由最近结束了与前一个组织的协议的艺人。自由自在的杨紫的展览引起了争论。本土作家童华忍受了3年的长相思，故事是关于家庭和爱情的。
桐华过去作品红心的改变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让《长相思》在创作之初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被收购，网传买家被杨幂所属的嘉兴传媒8亿收购。感觉《长相思》的勇敢女人会由嘉兴的指挥官杨幂或者迪丽热巴来演绎。综合考虑，无论是在普及率、流量、话题性和商业信誉方面，他们都是业界一流的。终于得出了杨紫要表演的结论，让全世界都大为震惊。近年来，嘉兴传媒在培养工匠精神的同时，有效地传递了电影和电视剧，创作了大量的电视剧和电影，并购买了大量的巨额 IP。为了收回成本和赚取收入，在录制和创作之前，投射艺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结果评估的展示。杨幂是嘉兴的经理人之一。作为财务经理，他曾说过：“市场很大，盘子很大，吃不下。”根据本土节目专家的调查，从商业利益来看，嘉兴工匠的主要决定并不是《长相思》。在这部剧合理的90后流量小花中，同时具备话题性、泛化性和演技的人很少。杨紫的展尤其精彩。嘉兴对杨紫的决定，无疑是互惠互利的安排。具体来说，杨幂和迪丽热巴都有即将在2022年交付的作品。其中，杨幂的穿搭秀《狐妖小红娘》和迪丽热巴的《阿乐传奇》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长相思》。布兰克。如果工匠的对比作品过多，大众很难买单。考虑到手艺人的提升，该机构可能不会允许杨幂和迪丽热巴在短时间内接拍类似题材的电视剧。综上所述，《长相思》如果是你自己组织的节目，你只需要确保评估，你就不必纠结于自己的工匠。此外，在嘉兴过去的电影和戏剧中，他们因频繁有效地加入自己的工匠而受到谴责。粉丝们在杨幂前去的公开场合也聚集在人群中大肆拉旗，表明他们抵制嘉兴独宠秀。感觉嘉兴传媒一直在消耗杨幂，尽管独立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评价飙升，也有效地让迪丽热巴声名大噪，但杨幂出演的每一部剧都是由杨幂出演的。组织有效地同意了一票匠人，所以杨幂的每一场秀几乎都是艺人的聚集地，而且大量的还是没有表面的烂剧。而且《长相思》的内容因为调查问题，整整1年左右。此外，迪丽热巴帮助嘉兴传媒近10年，眼看协议快要失效，是否给协议充值未来的发展已成为公众考虑的焦点。综合考虑，《长相思》的炒作成本极高。嘉兴传媒和杨幂都无法面对挑战，他们应该选择一个稳定的明星来传达这个节目。因此，演技和流量兼备的杨紫被选中。03，诚意不断抹杀娇嫩不觉的女人味，算是艺人的一种专长。诚意在服装市场的展览有点厉害，有合作作品，比如琉璃玉君松。令人敬畏的演讲被指定为过时的合奏中的白色目光，并且地位很高。说实话，如果你去看看诚意的旧装展览，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好处，也就是说，它被淘汰了，精致。病娇，顾名思义，在剧中比较惨，总是被仙术伤害，伤痕累累。但即便如此，她仍然给人一种美丽而凄凉的感觉，而且看起来很有艺术感。在病娇方面，诚意算是经验丰富的领域代表。病娇演奏的淋漓尽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诚意的病女是从琉璃开始的，之后她出演的古装剧都是病态的。诚意之所以被称为古装美人，与名著《琉璃》息息相关。饰演的雨丝风平均每2-3集就受伤一次，每次都被对方打到吐血，然后休息。受伤后的雨丝风并没有那么丑，反而很好看。他看起来像一个生病和痛苦的美丽男人，他忍不住想要隔着屏幕照顾他。诚意表现非常出色，成为剧中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批评太弱的男主之一。观众还挺喜欢看诚意受伤的样子，觉得状态挺漂亮有艺术感的，不乏应有的阳刚之气。之后，诚意在古装剧中病入膏肓。玉君松中从病床摔倒在的场景让人心疼窒息。在南风之我心中，他身患重病，脸色苍白，尽显无限沧桑俊美。
在《沉香木》中也是一样，在《鲁德斯》中也有一些伤感和心酸的情节。程毅的表演优美，给人一种病态迷人的感觉，同时也享受着艺术气息。在目前拍摄的《莲花塔》中，程毅也有伤病的情节，他整张脸都苍白了，一眼看去气息微弱，身上还有红色的伤痕，但是还是很帅。受伤了依旧帅气，这种病态的状态颇有少年感，不像是演员30多岁的演绎。作为每部剧的男主，程毅的病痛成了一种金字招牌，是每部剧的点睛之笔，是程毅的能力诠释病娇的绝情。一般来说，演女演员是女演员的特长，能体现出软弱无力的感觉，让人心生怜惜。作为演员，程毅打破常规，直接将病娇发扬光大，成为他的演技特色。重要的是，程毅演病女，简直就是生病或受伤的状态，完全没有做作的感觉。仔细观察，程毅的腼腆不失男子气概，也没有所谓的女人美。总体来说，病娇状态到位，男子气概不失。俗话说，人可以弯腰舒展，可以直立张开，也可以呻吟悲怆，让人物更加丰满。这是程毅作为演员的一种本事，能以病女的形式展现自己的凄惨模样，给观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也锻炼了他们的演技。事实上，程毅在演技上是个细节控，要求各方面都做好。他最崇拜的合作伙伴是著名导演李安，他梦想与他合作。